快叫阿布出来受死！哎呦，东阳大老爷！哎呀，东阳大老爷，我来晚了，来晚了。嘿嘿嘿嘿。哎，你们竟然敢到东阳老爷的地盘上撒野！来人呐，拿枪！陈真，你这个东阳小人！三位，哎，看看看看！哎呀，东阳人给金武门下战书了！东阳人下战书啊！战书！怎么回事？他们3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，但其中2个会终身残疾。我要把他们带回医院进一步治疗。多谢了。你还好吧？日本人是很狡猾的，这场比武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。我并没有说要和他们比武。他们下了战书，而且在实际中报纸上都刊登了。我不会应战。现在精武门最重要的是救陈真和沙燕。看报看报，统统阿布道馆约战精武门，东阳人要打霍元甲了！看报看报，看报看报，霍元甲又捅大娄子，东阳人限期3日接战，不然就必须关闭精武门。来报报纸，给我来一份。霍元甲又捅大娄子，东阳人限期3日接战。霍大侠，您这打不打呀？什么时候打呀？对呀，霍大侠，你有没有把我打赢啊？我听说这东阳人厉害呀。是啊，霍大侠。哎，霍大侠，霍大侠，霍大侠。殷先生，你真是一个奇才啊！怎么做到的？我就说嘛，一个小小的霍元甲，还用得着亚历克斯大帝出手？东洋新晋崛起，好武斗狠的东洋武士在上海滩到处都是，而且还傻得很。请他们喝上几杯酒，再夸上几句，就什么都能做了。各位，来，兄弟，来，接下来就拜托各位了。阿布道馆的藤原是个有野心的家伙，他对权力和银子都有野心。当然，他更重视日本人的胜利，为此他将不惜一切代价。我仿佛看到了一场完美的比赛，背后的银子很多很多。
怎么样？使了银子，就是见不着当官的。那陈真和沙燕什么时候能放出来？没那么容易。陈真是带头惹事的，据说要判斩首。什么？啊？他们先杀了我们的人，陈真是去报仇的，还要斩首？这衙门是给洋人开的吗？真生，你先稍安勿躁，我再想别的办法。但是当官的怕洋人，这是事实。龙先生，您真是神机妙算啊！麻烦，果然找上霍元甲了。你说他会不会应战呢？骂得这么难听，他要是不应战，那以后还怎么在上海滩混呢？是啊，上海滩面子是最大的腔调，恐怕就这一点他不懂。顾大侠来了！顾师傅来了！顾大侠！顾大侠！那可是东洋人啊！手下留情！东洋人太可信了！精武门是不是也得发个消息，告诉大伙你们应战？要不然别人还以为你们要当缩头乌龟呢！霍师傅，霍师傅，霍师傅，你说句话呀，霍师傅，霍师傅，霍师傅。师傅，应战吧！弟子愿打先锋。应战吧，师傅！关闭大门，凡我精武弟子，不得对外讨论比武之事，否则逐出精武门。爷，爷，你有事吗？爹，跟东洋人比武的时候，你可得使出绝招，扬我精武门威风，扬我中华威风。这些话是谁教你的？我听门口的人说的。外人的话不可以再学，这几天也不准出门。你们两个愁眉苦脸干什么呀？是我妹子在牢里，又不是你们的妹子。沙狼大哥说的轻巧，令妹是元甲收的唯一的女弟子，她能不着急吗？几年前，受我农尽尊所累，沙燕在火车站刺贼冒险，自那一役之后，与我早已亲如兄妹，我能不着急吗？更何况，我怕沙燕身份暴露，引出应嗣之案。放心吧，我妹子钢筋铁骨，就算死在牢里，也不会出卖元甲。再说，过了今夜，你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你想干什么？砸牢劫狱，咱们是土匪，老本行。只是以后不能留在精武门和元甲一起教徒弟了。来，干一碗。今夜之后，各奔东西，江湖再见。万万不可！这里是上海，衙役警察多有洋枪，砸牢劫狱太危险。哼！自我当土匪那天起，哪日不危险？你兄妹已经更名改姓，不再是土匪，请给元甲3日时间，我一定会救出沙燕和陈真。
累了一天了，回去吧。还是等天黑吧。那么多百姓都聚在精武门前，无言以对呀。比武之事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我现在只思营救弟子，其他一概不想。霍大侠，您到底应不应战呢？大伙儿议论纷纷，都替您着急呢。是啊，霍元甲，你不会当真要做缩头乌龟吧？对呀，霍元甲，你不会只跟中国人厉害，怕东洋人吧？多谢诸位关爱，元甲无可奉告。霍大侠，霍大侠，师傅。这是什么精武门？东洋人说的对呀，精武门就是骗我们钱财的地方。以后谁也不许把孩子送这儿来习武。霍元甲，你太让我们失望了。霍元甲，霍元甲。师傅，今天已经有人往咱家院子里扔烂菜叶子了。若明天您还不应战，会不会显得咱们精武门太……还有3个弟子跑了，他们说不想跟着精武门丢人，也害怕被东洋人暗算，死了白死。告诉所有精武弟子，来去自由。再给我念一遍。娘，您已经听了2遍了。我要是眼神好，就自己看了。求你再给我念一遍，累着你了。好，我再给娘念一遍。虹口日本阿部道馆战术，自明治以来，我大日本帝国开万里波涛于四方，甲午之役，击败尔清，甲辰再战，大胜俄国，举世无不震恐我之武力。帝国之盛，深赖天皇明睿，国民尚武。大日本剑之术，柔之道，兵器之技，无敌于世界技击之林。今尚还有精武门霍元甲，以开创武林新风为谎，骗取贫苦市民之财，实为可笑。而清之国家，早为我大日本手下之败将，而清之国民，更为我大日本脚下之贱物，等候疏衣、诸伪之东亚病妇，丑弱之行姿，尤其可憎。今日不在帝国脚下瑟瑟发抖，仓皇存一性命，却不自量力，挑衅我阿部道馆。今我道馆特下此战书，现霍元甲3日内应战。擂台之上，我大日本武士必扫荡精武门，令尔等如当年北洋水师，抱头鼠窜，覆没全军。你男人说怎么办了吗？这个战术，接还是不接？还没说。不过娘您放心，元甲他最孝顺了，知道您担心，他不会气。好了，我累了，该睡了，你去吧。
听说登有这份战书的报纸卖得很不错，杨章英先生的文笔，这个是谢你的。其实我蛮喜欢我这条小辫子的，猪尾巴可是一头猪身上最香的地方了。相识以来，你一直对我们日本人表达着极大的善意。殷先生，我很想知道你是什么目的。哦，这就是我的目的，藤原先生。除了写文章之外，我还有很多拿手的绝技，随时为您效劳。来上海这几个月，金孙虽四处结交，但还没有什么有权有势的朋友，所以想要营救陈真和沙燕，还得劳驾夫人去求荣先生。我不去。这么难的时候，你不帮我，我是不能去。我知道你身怀6甲，行动不方便，可不是这个原因。那女人最重要的便是贞洁2字。上次是我不对，是我误会你了，可是我已经道过歉了。可我自那日起便发誓，今生不再见荣先生，免得你再次误会。昔日你在牢里，我去求荣先生，那是受你之托，责无旁贷。现在你和荣先生都已经打过交道了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不亲自登门相求，反倒让我一个妇人家出面，荣先生会怎么想？你是说，不是我不帮你，即便我出面，荣先生也绝不会出手相救的，反倒是你亲自出马，就大不一样了。你要知道，荣先生是很看重你的。我倒是真没想到那么多。冤家，越是着急的时候，越要冷静。我把整个报馆都交给了你，为的是在沪上报界占有一席之地。虹口阿部道馆给霍元甲下了战书，是这2天最大的新闻，其他的报纸都竞相刊登了，你为什么不登啊？我在等刊登霍元甲的声明啊。霍元甲的声明？什么意思啊？无论是迎敌还是避战，霍元甲总得有个声明吧。我有把握拿到这个声明的独家，到时候报纸一定会卖得很好。左叔啊，你没有推荐错。哼，这个丫头还挺有脑子。那依你看，霍元甲会不会应战呢？不会。这么肯定？振生最了解师父，他说师父是个大孝子，只要奶奶还活着，他就不可能再与人比武。振生，奶奶，你倒是与精武门很亲近呐。啊，还没有跟荣先生、左叔汇报，我已和刘振生成亲了。啊，荣先生，您看这事儿，哼，放心吧，左叔，霍元甲肯定应战。哦，你又怎么这么肯定？不信，走着瞧。荣先生，精武门霍元甲求见。
听见了吗？怎么样？说来就来了，请。是。荣先生，那我先告退了。不必，你先避一避，听听霍元甲怎么说。一旦他接下了战书，你也好写文章啊。荣先生，霍大侠，哎呦，几个月不见，霍大侠的名声是更响亮了，架子也更大了。哎呀，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到寒舍来了？荣先生说的哪里话，一直没来叨扰，还请见谅。坐吧。左叔，哎，看茶。是。请，多谢左叔。荣先生，霍元甲嘴笨，尤其不会求人，但今日精武门遭遇难关，还请荣先生出山救我徒儿性命。前2天我就听说衙门抓了你2个徒弟，一个是你以前的仇人，3番5次要杀你的陈真，一个是你唯一的女徒弟，好像多年前你们就暗生情愫，对吧？救哪个？2个都救，还请荣先生仗义出手。哎呀，说起来也没什么大事儿，都是开武馆的，相互踢个场子，再正常不过了。虽说衙门怕洋人，但这次衙门也就是走走过场。那太好了，荣先生，那就请您跟衙门打声招呼，把我的2个徒弟放出来吧。2天前我就打过招呼了，让他们研判。带头闹事的陈真斩，那个女的，好像要流放宁古塔。荣先生，您这是为何呀？还不是为你好。我知道霍大侠胆小怕事，我把你这2个爱惹事的徒弟都帮你收拾了。荣先生，您这是话里有话呀！爱徒入狱，这精武门上上下下都很着急。元甲到底哪里得罪了您？还请您直言。哎呀，其实啊，是我有事相求于你，才找衙门的朋友帮了个忙。荣先生有什么事需要元甲做的，直接吩咐就是，为何要通过衙门呢？要不是衙门把你2个爱徒抓了啊，你能登我荣府的门吗？我也是迫不得已。请问荣先生，到底所为何事？坐。我一直爱惜你是人才，想为我所用，可你志向高远，求而不得，我也在为强求，对吧？眼下日本人下了战书，霍元甲，你想啊，这事儿你怎么办？东洋人的战书，措辞恶毒，辱我中华。元甲本应接战，但慈母年迈，最担心的便是我与人争斗。元甲不敢不孝啊。日本人刚下了战书，你的一个老朋友法国人贝特朗，他就找到了我，商议着要跟我一起承办这场比武。我们把上海最大的场子给包下来，1张票啊，1张票的价格就很高，这可是一笔大买卖。更何况贝特朗给我开了一个盘口，赌的可不小啊。霍师傅，我押你赢。如果你打败了东洋武士，为国人争了光，我荣某所挣的银子与你分成，如何呀？元甲和精武门
也能成为你们赚钱的工具。霍元甲，你不就是个练武的吗？练会了本事又不与人打，还有什么用呢？你，老主，多说无用。这一次我荣某是强人所难了，期限1天。如若明天你不接战书，衙门就斩了陈真，流放那个女的。荣先生，你们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手段来逼迫霍大侠？我要登报，公开你们涉赌局的内幕。你给我闭嘴！别忘了，海上新报是我的，我随时可以让你滚出报馆。娘，爹一夜没回来，他会不会和东洋人比武啊？大人的事儿，你不许问。元甲，你该不会在娘的床前跪了一整夜吧？不想儿元甲想以此求得母亲大人的原谅。儿媳妇来了。哎，来了，来得正好。福娘起来。哎，元甲昨夜几时回来的？不知。甭管他几时回来，我儿元甲从来不睡懒觉。你快帮为娘洗漱，扶我去厅里，我要见我儿子。娘，您想要见元甲，还用得着去客厅啊？我把他叫到您房里来吧。那可不行。今天我和元甲说的是大事儿、正经事儿，你得帮为娘洗漱利落，换上那套准备做寿的衣服。眼睛好得很，娘今天眼前一片亮堂，这心里呀更加亮堂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给娘打水去。给母亲大人请安，请母亲大人吩咐。儿啊，你今天格外精神。娘生你并不足月，刚抱到怀里时都不敢看呢，那小胳膊只有手指头那么粗，真怕你活不下来呀。你年少体弱，
3天2头靠药顶着。你爷爷安慰你爹说，咱们霍家也该出个秀才了，让我们督促你好好读书。那时候霍家已是习武名门，老人家这么说，就是没看上你，觉得你不可能是练武的材料。可也不知道是从哪天起，你背着我们偷偷习武，秀才没当上，霍家却出了一个大侠。娘，儿子到今天都担不起大侠二字。你担得起，戊戌年，我儿霍元甲就是响当当的大侠了。庚子之变，父兄遇难，你一直觉得愧对家里，愧对娘。其实你做的都是光明磊落之事，奸人吕四英才是罪魁祸首。压标山西得了这块匾，大侠二字是受养百姓赠的，千金不换呐。我儿创精武门，广收门徒，名震沪上，如今已是中华武林首屈一指的人物了。娘，这个实不敢当，您老人家还是别说了，让人听见笑话。没人笑话，据我所知，洋人从来未把中国人放在眼里。现在东洋人最厉害的阿布道馆却登报纸挑战于你，这说明什么？难道不证明你是这份儿的？今天是第3天了吧？娘，什么第3天啊？你还想糊弄娘？东洋人的战术，娘看了好几遍，每个字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听你爹说过，东洋武学乃我中华所传，现在反倒如此嚣张跋扈，你能忍？老太太我都忍不下去了。娘，不用扶，我看得见，走得稳。锦孙，老人家，我在。沙大侠，在。振声，大有，奶奶，我们在。我都看见了，刚才人声鼎沸，精武弟子都来了吧？在。你们听着，我儿孝顺，他曾答应过我不再与人比武拼命，所以至今未解东洋人的战术，是我这老太太拖累了精武门呐。娘，元甲，哎，今天东洋人的险期已到，你再不应战便是认输。霍元甲是大侠，战死沙场可以，认输祖宗不答应，精武门的弟子们也不答应。娘，儿啊，你跪什么？你是文武全才，快去写一篇好文章贴出去，告诉大伙儿，霍元甲应战，而且必胜，也让振声媳妇儿登到报纸上，
长长咱们中国人的志气，灭灭东洋人的威风。娘，儿遵命。霍元甲赴阿部道馆书，记下战书，自贵于礼，而文恶俱笃，心怀武德之人所不耻。若论武士之道，不在争强斗狠，而在锤炼修为，终至文武贯通，此即精武精神，亦元甲所倡武林新风之主旨也。若比试高低，逞一时之快，元甲俱出拳脚；但恶意辱我中华，欺我民众，虽刀山火海，霍元甲亦无所谓。顺告另有图谋者，精武门应战，为弘扬中华武学正气，非受威逼利诱之功，更不做设局行毒者之傀儡，望护上父老悉之。真生大友，把它贴在大门口。是，师傅。我这就回报馆，立刻发稿。何玛丽，师娘想借你的笔告诉大伙，陈真沙燕受牢狱之灾，是有人利用官府，胁迫元甲逼我。师娘的主意好，这都是事实，我一定会写出来的。老人家恐怕永远失明了。娘是因为跟我着急，所以才……他不让我告诉你，说你们都没看出来。他还要亲自去现场观察，看着你答应校长的日本武士。现在当务之急是与阿部道馆确定比武的规则。虽说东洋武学源自中华武术，但还是有区别。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打，一定要讲在明处，而且要登报声明，这样才能做到公正。公正，好。若是一场公正的比赛，倒是开了武林之先河。金孙，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。谁呀？何玛丽，你绑他干什么呀？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。陆先生，今天的《海上新报》您没看？看了。霍元甲的声明，他居然全文刊登。何玛丽还专门写了篇报道，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针对您的。霍元甲的声明，他居然全文刊登。何玛丽还专门写了篇报道，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针对您的。这个女人是我推荐给您的，我真是糊涂，瞎了眼了。我这就把她扔到江里去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传出去也不怕人家笑话呀。
他现在是刘振生的人，老话说了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他当然应该向着精武门霍元甲说话了。你们俩下去。是。文章写得不错，《海上新报》的销量又创新高了吧？给他松绑，让他该干嘛干嘛去。你跟我去趟精武门，跟我叫板的是霍元甲，别难为这个女人。都住手！荣先生，奋武扬威。好啊，精武门我还是头一回来，告诉霍元甲，我来了，让他备查。荣先生，有什么事吗？霍元甲，这就是你们精武门的待客之道啊，连杯茶都没有。刚才弟子已经向我禀告，荣先生好像不是来做客的。也是。哎呀，老左呀，虚张声势，多带了几个兄弟，可这也不能怪他呀。昨天晚上在我们家，咱是说的清清楚楚啊。霍元甲，你答应比武，我就放了你2个徒弟。你们精武门尽全力打败东洋武馆，我还会出500两银子作为酬劳。按贝特朗的话说，这叫做拳手出场费。你发的声明是一点儿也不给我荣某留面子，那500两银子我也就不用给了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霍元甲没钱，但绝不会因为区区500两，违心的登上擂台。那你也用不着指使何玛丽专门写篇文章攻击我呀。你打你的擂台，我设我的赌局，互不相干。你非得在报纸上说的那么清楚，怎么，怕我坏了你的名声啊？确实，名声对霍元甲很重要，但这名绝非虚妄之名，更不是钓誉之名，而是我精武之名，更是我中华之名。武术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，绝不可以用于做局下赌。哼，别说的那么好听。不为私名，你会来上海开武馆？你还不是想靠精武门称霸武林，做一代宗师，然后广收门徒，徒子再教徒孙，你就会收到更多的银子。精武门开馆至今，此种非议不绝于耳，皆因当时不够慎重。起名之时，这一个门字引来种种误解，但霍某郑重声明，精武门绝非一个门派。我正在考虑一个新的名字，以杜绝门派纷争，摒弃旧武林的陋习。另，精武初设，经费紧缺，确实收了部分弟子的银钱，但贫者不取，难者不取。未来若能以他业所挣之资充精武门开销，定会退还
弟子们所交的银钱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不为名，不为利，你难道也不为你徒弟的死活吗？好啊，我现在就成全了你，我让衙门砍了你徒弟们的头。你不敢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不敢。海上新报的消息，已经传遍了上海滩的每一条弄堂。官府若为了取悦权贵，枉杀我精武弟子，百姓不会答应。霍元甲，你也是闯荡江湖、见过世面的人，时至今日，你还指望什么百姓？能救我中华的，恰恰是每一个百姓。精武弟子都是普通人，在这里，我希望他们能通过习武强健身体，通过学文开拓视野，最终成为爱国、修身、正义、乐助的国人。袁家相信，万千小流终成大海，只要持之以恒，我中华百姓大有可期。老左啊，当初我们就看错人了。这个霍元甲脑袋里边装的东西跟我们真的不一样。走走走走走。山药，大师兄，在里边没挨打吧？没有，好吃好喝的，都没让我们过堂。好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陈真，就你逞能！下次干这种事儿，叫上大师兄一起。哎，姐姐，妹妹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真没挨打，奇了怪了，你小子这次运气这么好啊！师傅，我又给精武门惹祸了。还有我，起来吧。为师让你们起来。精武门已经接下了阿部道馆的战术。龙先生会就比武的规则和对方展开谈判，日期很快就会定下来，时间紧迫。目前，陈真和沙燕对精武门来说至关重要。师傅，我们两个犯了错，该怎么责罚您明示。您刚才说的话我可听不懂。就算要责罚，也要等到比武之后。你二人和日本武士交过手，对他们所谓的拳道、剑术、兵器之技，应该有所了解了吧？是的，跟咱们的武术确实有点不一样。我在牢里没事的时候，还仔细揣摩呢。好，就把你所悟到的告诉大家。兵法云：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
与阿布道馆的比赛规则定下来了，双方各出5人。我愿意打头阵。这个不行，对方提出来比武的都是男人。那天我和陈真去踢馆，碰到的就是女的。是，日本人管他们叫击武士，但是击武士在东洋武馆里地位很低，根本上不了擂台。那我就跟男的打。你算了吧，上次惹祸坐了大牢，害得老哥好几天睡不着觉。师傅，看来东洋人重男轻女的观念比我们毫不逊色，这倒让为师有了招收女弟子的想法。将来若真能开此先河，你便是精武门的首位女教头。可是，师傅，既然已经谈定了，就得按规则办。你想为精武门立头功，为师记下了。5人比武，最后一个出场的，精武门是元甲，对方便是他们的馆长阿部雄三。但这第5场能不能打上，要看前4场。倘若我方先取得3场的胜利，那就不用打了。元甲，派哪4位出场，你点将吧。真生是精武首徒，第1场的不二人选。多谢师傅信任，朕生必旗开得胜。胜负不重要，打出精武门的气势即可。记住了，师傅。第2场啊，许大有吧。好，谢谢师傅。大有刚勇，但在擂台之上稍有闪失，便会酿成大错。你一定要细心。师傅，我记住了。金师傅武功根底深厚，论兵器远在霍某之上，论拳脚更胜我一筹。这第3场就辛苦您了。你净说笑话，兵器拳脚我都不是你的对手，你瞧得起我，便是我的荣幸。陈真，为师想让你打第4场。让陈真上场？是啊。哎，陈真，你犯了错，师傅还让你出战，你小子好福气啊！就是啊，陈真，师傅，是真的吗？我没听错吧？你要记住，不管前3场胜负如何，你要用心打，切勿分神。师傅，我记下了。哎，可惜我们前3场3战3捷了事了，不一定轮得到你上场。正如大有所说，那当然好了。接下来，我就来说说比武的规则。4位大将需牢记，犯规过多会被直接判输。前4场比试的是拳脚的功夫，规则是只能用拳、掌，不许用爪、指等其他手型进攻。拳掌不能打对方的头部、颈部。那脚呢？打击对方的头颈，用膝盖和脚是可以的。记住了。在比武期间，不能抱对手的头、腰、腿，不可以撕扯对方的衣服，不可以攻击裆部。若对方倒地，进攻需停止，待起身后再打。本来日本人提出的规则还有很多，但考虑到中华武术和东洋拳道的区别，双方都做了妥协和让步，确定下来的就是这些。虽然元甲希望点到为止，可对方没有同意，除非有一方被打下擂台，或者被打倒后不能自主站起来，那比赛则自动停止，否则的话必须打满5分钟，以中招和被打倒的次数由裁判决定输赢。若前4场打成平局，第5场元甲和阿布要比3个回合，分别是拳、剑、兵器。拳脚的比试跟前面的规则是一样，接下来的剑剑不就是兵器吗？我也有同样的疑问，可对方表示剑道是东洋武学的精华，希望区别于长兵器，单独设立1个回合。在谈判之前，元甲曾提出以武会友，对方才勉强同意
用木剑比试，只要前2个回合没有人能2战全胜，便以最后1个回合决战定输赢。长兵器必须决出胜负，没有时间的限制。决战之前需签生死文书。虽然这和精武门的宗旨有所分歧，但这一战不可避免。这生死文书就只能签了。大战之日定在18，是洋人的礼拜天，也就是3天后。诸位，精武门必胜！精武门必胜！周日比武3天之后，规则敲定，1票难求。周日比武3天之后，规则敲定，1票难求。首先出场的是虹口阿布道馆的阿布雄三馆长，以及东洋4大高手。接下来入场的是天津霍元甲，以及闸北精武门代表。比赛规则：一共5人参赛。比赛不就是今天吗？为什么不让我去？我说了，我一定要亲自到现场观战，为我儿子打败那东洋人鼓掌喝彩。娘，您没听报上说吗？1票难求。我儿子比武，我是他娘，还要票？要的。比武在租界里有警察看门，没票不让进。那，娘，您就放心吧。袁甲早就说了，这是以武会友，点到为止，他不会有事儿的。我知道你在糊弄我。就是不想让我这老太太去，我的眼睛都瞎了，再急还能急成什么样？娘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。袁甲还不知道你眼睛的事儿，他走的时候还跟我说，今日之擂台如同战场，万一有闪失，告诉娘，袁甲来世还做他的儿子。袁甲说他从小就跟人比武，上擂台那是家常便饭，不会有任何闪失的。娘，要不您去床上坐着，我给您揉揉肩，捶捶腿啊。算了，用不了1个月你就要生了，咋能劳驾你呢？啊，奶奶，那我给您捶吧。我现在呀，跟二少奶奶学的手艺也不错啦。好吧。
娘，你在找什么？哦，没找什么。哎，冬觉，娘今天不是找了2个哥哥陪你玩吗？你怎么回屋了？我不想和他们玩，我想看爹打东洋人。没有票谁都看不了，快出去玩吧！啊，我有票。冬觉，这个怎么在你手上？昨天和玛丽给你送票的时候，我听见了。娘，带我一起去吧。不行，你爹比武有危险，你是小孩子，不能去。万一我爹比武时出事，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娘，求您带我一起去吧。下面，请双方的比赛选手入场。大师兄，必胜！必胜！哎呀，要是雷大侠在，肯定会来看这场比武。过完寿，雷老先生就回乡下去了。现在沪上哪儿还有什么雷大侠？哼，道上官刘振生都叫大侠了。这能算什么本事吗？对手太弱了。换做我，早把他摔上擂台了。阿布道馆，从来没听说过。
不会是精武门花钱雇的吧？行了，今天国人都应同仇敌忾，这闲话少说吧。大友就是太着急赢了，对方是个柔术高手，大友恐怕要吃亏。师父，大友，你尽力了，好好歇歇。三位师叔好。三位前辈突然光临精武门，有何贵干？英九一直混迹在洋人的租界里，而且与即将和霍大侠比武的东洋人也有勾结。我手下2名弟子在租界跟他打过照面，可惜英九太狡猾，让他给跑了。我们3兄弟得到消息，立刻赶来上海，一来是想弄清霍大侠与东洋人的过节是不是英九挑唆的，二来这鹰爪败类也该被铲除了。我们在黑市买了3张门票，花了不少银子。明日擂台之上，霍大侠专心打东洋人，我们3个专心擒拿鹰爪败类。王牌，警告一次。
第4场精武门陈真对阵阿布道馆藤原次郎。看你的了，别让你师傅出手。放心吧。坐。人家，这场你怎么看？比完就知道了。金师傅，你说呢？论武学修为，当然是年长者更胜一筹。可擂台之上，全怕少壮。陈真这小子胜算很大呀。明白了。陈真若真能了结此战，那我们可是大胜。今晚农某人自掏腰包，咱们精武门上上下下大喝一场。好，我现在就想喝酒。好像没占上风啊！坏了！那日我们踢馆，这个人一直在观战，他熟悉陈真的拳路。
孙老前辈的真传，懂得变化是他最大的优点。好，好，嘿。陈真，你怎么回事？我看见了。看到什么了？我要去告诉师傅。别去，什么都不要跟师傅说。大战在即，师傅要与阿部雄三决战，别让他分心。陈真，不要急，打起精神来，给师傅助威。第5场，有请虹口阿部道馆馆长阿部雄三先生，有请闸北精武门霍元